2026年1月7日，拉斯維加斯會展中心的大門剛開啟，來自中國的人形機器人便以一場密集的技術秀點燃了全場。機器人格鬥、熱舞、做廣播體操，甚至和觀眾同台互動，這些曾只在科幻片裡出現的場景，如今成了 CES 2026的開場大戲。若回溯10年前的 CES， 彼時中國參展企業多聚焦於配件、家電等邊緣品類，高端領域難尋身影。而如今，中國人形機器人已然成為這場全球科技盛會的絕對主角。包圍 CES 不再是誇張說法，而是實打實的現場寫照。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際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作為全球科技產業的年度風向標，本屆 CES 展會規模依舊震撼，共有超4000家企業齊聚一堂，而中國參展商佔比接近1/4。單看最受矚目的機器人賽道，官方統計的598家相關參展商中，中國企業達149家。在38家人形機器人參展商裡，中國企業更是佔據21家，佔比超一半。要知道，此前幾屆 CES 上，人形機器人展區基本被波士頓動力等海外巨頭壟斷，中國企業僅有宇樹、銀河通用等少數幾家零星參展。這種從零星點綴到半壁江山的轉變，只用了短短幾年時間。這背後是中國機器人產業從核心部件到整機系統的全鏈條突破，從早期依賴進口關鍵模組，到如今自主研發靈巧手控制系統，可以說中國機器人產業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逆襲。在這片被中國機器人主導的展區裡，宇樹科技絕對算得上人氣旺。剛開展13分鐘就被觀眾圍得水泄不通，成了全場最早引爆人氣的焦點。展台中央的擂台上，2台頭戴紅藍頭盔的 J1 人形機器人正上演着熱血的拳擊格鬥，出拳、格擋、躲閃，動作乾脆利落。其中一台機器人在激烈對抗中險些被擊出場外，瞬間引發觀眾陣陣驚呼。這種極具觀賞性的演示打破了人們對人形機器人只能做機械動作的刻板印象，讓現場觀眾直觀感受到了中國機器人在動態平衡和肢體協調控制上的硬實力。或許是機器人互搏還不夠過癮，現場很快有觀眾主動下場體驗人機格鬥。面對人類選手的靈活攻勢，這一機器人憑借快速的反應和穩定的姿態從容應對，每一次攻防互動都讓周圍的歡呼聲再上一個台階。在格鬥擂台一側，多台機器人靜靜待命，其中21機器人的座椅上清晰標注着4900美元的售價。這個極具競爭力的價格讓不少海外觀眾駐足細看。要知道，海外同類產品價格往往動輒數萬美元，這樣的定價策略無疑釋放出了宇樹機器人面向量產、搶佔消費級市場的強烈信號。除了硬核的格鬥表演，宇樹的機器人還藏着反差萌。在格鬥間隙，部分機器人還現場秀起了舞步，機械關節隨着音樂節奏靈活扭動，剛猛與靈動的反差進一步拉近了與觀眾的距離。小編覺得，這種兼顧性能與趣味性的演示方式，既能展現技術實力，又能降低普通消費者對高科技產品的距離感，為其後續開拓海外市場鋪墊了良好基礎。值得一提的是，宇樹此次不僅帶來了 J1 的量產版本，還展出了新一代全尺寸人形機器人 H2。從現場反饋來看，宇樹的展台始終人氣爆棚，不斷有海外採購商和開發者前來諮詢洽談。結合往屆參展企業的轉化情況，再加上現場觀眾的熱烈反響，小編猜測宇樹此次大概率收穫了不少意向訂單。畢竟在技術演示亮眼且價格親民的雙重優勢下，其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不言而喻。相較於美國本土重點聚焦工業級高端場景的機器人企業，宇樹這種兼顧技術、性價比和消費級場景的路線，顯然更容易打開海外市場缺口。宇樹機器人的火爆只是縮影，在拉斯維加斯會展中心的北館，目光所及之處，幾乎都能看到中國機器人企業的身影。從商用服務到家庭陪伴，從工業作業到科研實驗，各類形態的中國機器人百花齊放，用實打實的技術和產品，持續強化着中國人形機器人包圍 CES 的現場氛圍。這些企業的集體爆發絕非偶然，而是中國機器人產業多年技術積累的集中釋放。
智源機器人作為首次海外參展的企業，一亮相就成了全場的流量王。開展18分鐘，展台前就圍滿了外籍觀眾，原因是一台戴着草帽的靈犀 X2 人形機器人正在熱舞，靈活的肢體動作搭配俏皮的裝扮，引得觀眾紛紛駐足拍照。更值得驕傲的是，智源的全系列產品還被黃仁勳在主題演講中點名介紹，這無疑是國際科技巨頭對其技術實力的認可。此次智源帶來了靈犀 X2、遠征 A2、精靈 J2 等多款產品，覆蓋不同場景。遠征 A2 現場展示了商用導覽能力，能流暢地為觀眾指引路線、介紹展品。精靈 J2 則更適配家庭與科研場景，小巧的身形搭配精準的動作控制，展現出多元的應用潛力。其中，由天才少年智慧君發布的全身力控人形機器人上緯起源 Q1，憑借靈巧可愛的造型，收穫了不少觀眾的喜愛。有外國觀眾興奮地表示，這是他第一次見到如此靈動的機器人。中國機器人的創新既酷炫又充滿親和力。重型機器人的展台則呈現出另一番景象。此次重型帶來的全尺寸通用人形機器人 T800，雖以靜態展示為主，但流暢的線條和接近成年人的體態比例仍吸引了不少觀眾駐足。而明星產品 PM01 則在現場秀出多個高難度動作，他們動作整齊地做着第8套廣播體操。這種充滿中國特色的演示方式，既直觀展示了機器人的動作精準度，又拉近了與現場華人觀眾的距離。不少人笑着舉起手機記錄下這特別的場景。這種兼顧技術演示與情感共鳴的方式，小編覺得能讓海外觀眾更輕鬆地理解機器人的性能優勢。天宮機器人則用實力詮釋了什麼是硬核運動能力。全球首個半程馬拉松冠軍機器人天宮 Ultra 在現場進行長時間奔跑演示，其穩定的步態和持久的續航能力打破了人們對人形機器人續航短、運動弱的固有認知。而天宮 2.0 的表現同樣亮眼，它基於惠思開悟平台，自主完成了零件分揀的全流程操作，從抓取、分類到碼放，每一個動作都精準高效。在工業場景需求日益增長的當下，天宮 2.0 這樣的機器人無疑具有極強的市場潛力。相比美國專注於汽車裝配等高端工業場景的 Atlas 機器人，天宮系列更偏向於通用工業場景。小編猜測，這或許能讓它在更多中小制造企業中獲得應用。富立業智能則走了交互陪伴的路線，其新一代全尺寸人形機器人 JR3 在現場與觀眾玩起了井字棋、人機對弈。每一步落子都精準迅速，互動過程中還能通過動作反饋表達情緒，讓現場氛圍十分輕鬆。同台展示的還有玩偶大小的桌面級 CareBot 概念原型，也用了 JR3 的 IP 形象，採用玩偶尺寸設計，支持外觀定制與交互人格配置。據工作人員介紹，這款輕量化產品旨在探索具身智能在隨身場景下的情感陪伴可能性。富立業並非首次闖蕩海外市場，目前已為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000餘家醫療機構及機構客戶提供服務。此次參展無疑是想進一步拓展人形機器人的海外應用場景。加速進化的展台則以規模感出圈，數十台 Buster K1 機器人組成的矩陣十分吸睛。他們現場表演的醒獅節目，整齊劃一的動作搭配喜慶的氛圍，瞬間點燃了現場情緒。據相關負責人介紹 ，CES 首日該產品的現場銷量就達到數十台。更有意思的是，他們還設計了特別的交付體驗，每逢顧客下單，機器人矩陣會向已售出的夥伴集體揮手作別，現場還會飄起彩帶，儀式感滿滿。這款入門級具身開發平台，憑借高性價比和靈活的適配性，吸引了不少海外開發者採購。畢竟對於科研和創業團隊來說，這樣的產品能大幅降低他們的開發成本。其他還有原生處科技的輪組機器人 M20 Pro， 現場直接拿下了 CES 2026機器人品類創新獎。這款機器人專為複雜地形設計，在沙漠、濕地、水池等極端環境中都能正常運行。輪組式結構的平衡能力在現場演示中得到充分驗證。躍江機器人推出的首款智能4足機器人 Rover X1，定位消費級家庭陪伴場景，在斜坡、碎石路、台階等地形都能穩健行走，還能承擔輕載運輸、智能交互等任務，成為家庭陪伴機器人中的亮眼存在。
從核心部件到整機產品，從單一功能到多元場景，28家中國機器人企業用完整的產業鏈布局和豐富的產品矩陣，在 CES 2026的舞台上集體發聲。相較於美國的平台化路線、韓國的聯盟化布局，中國機器人企業以產品為核心，兼顧技術、性價比和場景適配性的路徑，正在海外市場逐步打開局面。當越來越多的中國機器人在 CES 收穫認可，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會有更多中國機器人走出國門，走進全球的工廠、家庭和服務場景，書寫屬於中國製造的新篇章。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